在意。Let's go， 烦恼抛在了身后。Tell me， 为爱跳动的心让我跟随着你，情不自禁看着属于我们的星空。Baby tonight，Baby tonight，Oh baby tonight。Let's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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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ell m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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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晚上一起吃饭，到了给我打电话。今晚的约饭取消，我要去揭露彭京的真面目。我爸呢？哦，在房间呢。彭京，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在你的精心照料之下，我爸的小腿会出现神经萎缩？一个每天按时吃药、每天按时理疗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好，但是你问错人了。你不应该问我，你应该去问医生。好啊，你让我问医生，这次我就真问了。而且这一次负责给我爸检查身体的陈教授，就是这个药的研发者之一。1个小时之前，我跟他通过电话，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如果我爸按时吃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排除药里其他的可能性，唯一最大的可能就是你根本没有给我爸好好吃药。那么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每天给我爸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就是我给你爸爸每天吃的药。你要想去做检查，就去检查；想去化验就去化验。我呢，问心无愧。什么陈教授啊？哪有一个医生敢承认自己的药对病人无效的？太可笑了。每一种药它都有几率的，用到病人的身上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是因人而异。你是在欺负我读书少是吗？这些年，为了宏远的病，我们来来回回换了很多种药，病情时好时坏，难道都怪我？都是我的问题吗？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会拿着药去检测的。你去呀，你可以去。夏冉冉，单凭你自己的想象力，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你凭什么要冤枉我？我做错什么了？药在这儿，你想拿就拿，随便你化验，我不怕。每一天服用多少种药，什么时候服，都是按照医嘱，按照时间走的。这一点你的爸爸可以作证。我真是在怀疑，你在英国读书读的是什么系呀？这么高智商的桥段你都能想得出来。夏冉冉，离我的婚礼就差没几天了，难道你要拿这个药做文章吗？可以呀，我告诉你会失望的。我心里没鬼，就不怕鬼敲门。你随便。你可真够着急的，上午当了副总，下午就来找我的茬儿，效率很高。你也不用着急反咬我一口，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我把药检测清楚就知道了。冉冉，不要再说了。彭京现在怀着我的孩子，他不能受到惊吓和委屈。我有点不舒服了，我先回去躺一会儿。儿子，走。爸，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但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你能不能让我把这个药检查清楚了，你再跟他结婚，行不行？别说了，然然。我和彭婷之间，已经不是结婚不结婚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他照顾了我4年，一直没有民分，而且他还为我怀了2个孩子。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亲人之间就不能相互伤害，更不能相互猜疑。大爸，您跟他是亲人，那我呢？你是我的女儿，唯一的女儿。我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你能快乐，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以为我能保护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做到。现在爸爸对你唯一的要求，做事切忌莽撞，更不能感情用事，不顾后果，这样你才能少受伤害。我让你跟陈洛学习，就是学习他的稳重，可是你今天的表现很让我失望。爸，您连我都不相信了吗？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说，不是，我都是按照您说的给夏总吃药的，我真的没有偷懒。你没偷懒，难道是我吗？难道是晨晨吗？啊家里就这几个人。去看一下。陈总，你冤枉我了。我没有冤枉你，你什么都别说了，不用在这儿做了，明天就离开。你的工资我打到你的卡上，现在就离开，听见没有？彭总，夏小姐，你帮我说说话，我真的没有偷懒，我都是按照彭总说的时间给夏总吃药的，夏总可以作证的，我从来没有少给过夏总。这种时候你还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你以为这样有用吗？彭静，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你别着急，等检查结果出来就都明白了。你现在做这种事情，显得你特别的做贼心虚。喂，我现在有点事儿，我等会儿跟你说。我让你滚！然然，对不起啊，哎，让我看一看，疼吗？要不要去医院啊？我不是有意的。哎，你干嘛呀，彭静？夏然然，你住手！爸，彭静，怎么样？没事吧？红云，你不用担心，我没事儿。为了辞掉一个佣人，为什么要弄成这样？你走，马上走，立刻走！爸，别走。静静，宏远，你没事吧？别哭，温暖的声音在耳边轻轻说，时间会带走一切，流星划破天空，有多久？凝视着那片被风吹干的海，又吃亏了吧？就算被遗忘，那朵倔强的花绽放。其实我可以回蛋卷家的。躲到你的小屋子里去哭啊！哭怎么了？
作为一个泪腺发达的人，在你不高兴的时候流几滴眼泪，那是健康的表现，你懂不懂啊？几滴？你那叫几滴？差点哭湿我整套衣服。那你这么嫌弃我，你可以别管我。还说自己是什么恐龙小姐，明明就是头贱猪。哎，手怎么了？砸到了。给我看看。没事儿。哎，你别动。这个疤是小刀划的吧？是跟你爸有关系，还是跟苏沫有关系？别动！我不是想打探你的隐私，我只是在关心你。有人关心你的时候，你只需要接受好意就可，不想说没关系。你去哪儿啊？回家。哎，你怎么每次跟我在一起待不了多长时间就想回家呢？嗯，每次约你都有借口，怎么那么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啊？哼，可每次都是我救你于水火之中，你这个人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再多感恩之心也不够你用的。说什么？我说，只要你不刺了我，我的感恩之心呢，将化作成夏天里的阳光，秋天里的雨水，冬天里的寒风，春天里的花粉，要多少有多少。行了行了，不用你感恩了，你只要记得欠我一顿饭，以后别每次都放我鸽子就行了。什么叫每次啊？3次，约你看电影，约你打球，这次约你吃饭，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那谁叫你每次约的时间都不对呢？不是约的时间不对，是你每次都把别的人别的事儿排在我前头。苏沫的事儿，你家的事儿，还有林向安。我什么时候把林向安排到你前面了？你去林向安店里给他画画，来见我的时候颜料还粘在你头发上呢。是林向安先约的我，做事情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是不是想让我亲你啊？你干嘛呀？如果不想让我堵住你的嘴，就把林向安3个字从你的世界里抹掉。是你先说林向安的。还说。坐吧。刚才电话里说的大事是什么事儿？跟你爸吵架？没有，我不想说，太丢人了。刚才哭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丢人？跟我说说。其实我呀，也有很多丢人的事儿。我记得有一次我小时候偷我爸的车出去玩，结果把车给撞了。然后呢？被你爸暴揍了一顿吧？没有，我爸带着我偷偷把车修好了，还嘱咐我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否则我们爷俩肯定被我妈唠叨死。你爸真好。不过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儿。不算吗？我最近还有件更丢人的事儿。我在公司第一个产品的策划被我二叔否决了。所以你才想自己做 Six 啊？我做得很好，不是吗？还行吧。怎么样？心里舒服点了没有？有没有找回以前的斗志啊？
芊芊啊，把保姆换了吧。你放心吧，我已经在找了。坐会儿。芊芊，你所有的愿望，我都会尽量的满足你。只是，然然是我的女儿，我是然然的父亲，这个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我希望在咱们结婚之前，不要再发生今天的事情。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咱们的孩子。今天晚上我陪你好不好？不要，你在这儿也睡不好，还是上去睡吧。那先把药吃了。晚安。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在你的精心照料之下，我爸的小腿会出现神经萎缩？唯一最大的可能就是你根本没有给我爸好好吃药。喂，陈教授，你好。对，我是贾宏远。我给你寄了一瓶药和我的血液样本，麻烦你帮我检测一下成分。好，谢谢。我刚才给你爸打过电话了，你跟他打电话干嘛呀？我告诉他你跟我在一起，让他别担心啊。我就是想让他担心我的。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快点，快点。哦，已经够快了。用力。哎，用力啊！我蹬不动了。你能不能别折腾我了？今天我是挫败者，我需要的是安慰，不是碾压。你不是要找回斗志吗？不是想报仇吗？先把身体锻炼好，你报仇的路还长着呢。我接个电话。喂。喂，是我。我知道是你，怎么了？这么晚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跟尚文哲没什么事吧？他有没有为难你啊？他为难我干嘛呀？他那人就那样。没事就好，冉冉，有事你别忍着，他
他要是欺负你，你跟我说，我去跟他说。行了，你就别操心我了。你怎么样？我挺好的，就是苏沫今天回来的时候不太高兴。哎，你们俩下午是不是又吵架了？我没有啊。嗨，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他最擅长的就是摆臭脸，随他去呗。我知道，你们俩没事就行。他现在在干嘛？他好像跟陈洛吃饭去了。哎，对了，你们的产品好像卖得不错啊。对啊，卖的挺好的。一个以后这么晚不要再给夏冉冉打电话了，也不要跟她有任何的接触。不早了，我们该睡觉了，拜拜。你怎么说话呢？喂，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谁要跟你睡觉啊？夏冉冉，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还有给前任劝架的爱好呢。你是想当谁的救世主啊？这是我的私生活，你管不着。只有愚蠢的人才会2次掉进同一个坑里，知道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你不是还想着让自己的前女友回来吗？谁说我要？你别忙着否认啊！只有比蠢货更蠢的蠢货才会给同一个女人甩她第2次的机会。你到底要我说的多清楚，你才能明白？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你不能对别的男人有任何想法。哎，你要说不出什么让我高兴的话，你最好闭嘴。你难道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啊？啊，故意的吧？故意要让我生气，故意让我发脾气，是不是？哎，你想说什么啊？我们不只是合作的关系吗？你什么时候？哎呦，一个男人是真心喜欢你，还是跟你在演戏，你这都分辨不出来。你真的喜欢我？真的喜欢。那你什么时候？在英国的时候。你骗人！我没有骗你。我回国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你，你知道吗？你呢？是不是可以承认喜欢我了？我没有。你有？没有。有？一点都没有。那你还在乎我给前女友第2次机会？那是因为你攻击我，我才攻击你的。那所以说，你真的是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嗯？邵秉哲，邵秉哲。邵秉哲，邵秉哲，你醒醒！邵秉哲，我只是在遵守我们的合作协议。夏冉冉，你就是个胆小鬼！送给你，这太客气了吧？这是对你出色工作的奖励，另外，也是对今天下午事情的歉意。你要早说是因为今天下午的事情，那我就不来了。让我等了3个小时的人是他夏冉冉，又不是你。怎么，他现在当了宏远的副总，连赔礼道歉这种事情都有人替他干了吗？苦也太大了吧？苏沫，其实关于今天下午的事情，我了解了一下情况。如果说错都在冉冉，或许对他不公平。他其实事先已经给公司打过电话了，只是我们公司的职员。这个夏冉冉啊，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那个被所有人都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呢？陈龙，你也不必替他找借口了。苏沫，我真的没有。麻烦你回去转告他，这种形式的道歉我不接受。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你跟邵明哲早就认识了吧？是啊。高3时候认识的。你知道这个做什么呀？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我呢，虽然不太了解邵明哲，但是我挺了解你的。我知道你跟冉冉之间，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讨厌对方。我想是因为太喜欢对方，怕伤害对方，才搞成现在这个局面。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一段吵闹过、好过的友谊，远比一段爱情更有生命力。我想告诉你，一个可以跟你相伴终老的女朋友，要比一个男人对你更有价值。你知道了。我知道。我真替说这个话的人感到可惜。我想，这个人一定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吧。也许吧。你真喜欢我啊？怎么可能呢？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想利用我来气你的前女友，对不对？肯定是这样。早说嘛，何必整这些有的没的呀？唉，情商低啊，真的是没药救了。你难道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哎呀，肚子饿的时候不适合想这样的问题。你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下来的？一点声也不出呢。放了几个蛋2个。啊，够了。哎，这是我的。哎，这是我家，我的面，我的鸡蛋。这是我煮的。连你都是我的。睡不着啊？我呢，是因为向一个蠢姑娘表白被拒绝了，所以睡不着。你为什么睡不着？哎，既然都睡不着，那就聊聊呗。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不承认呢？对于这种预设答案的问题，我拒绝回答。啊，那好，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也可以拒绝回答。你跟那个狐狸小姐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算是不打不相识吧。说具体点呢？我当时在公交车上帮他抓到一个骚扰他的色狼。啊，就这样成朋友了？结局是这样，中间还有一些波折。比如说呢？比如说，我让他去指证罪犯，但他一直都说不可以，我就天天都缠着他。最后呢，我还被他挨了一刀，就是这个刀疤天天都提醒着我，不要跟白眼狼交朋友。你们交了多久朋友？他是高3转学过来的，其实我也就跟他认识1年。可是高3那一年让我觉得，就像是过了一辈子一样。
那你为什么跟他交朋友呢？因为我觉得我和他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两个都算是缺少疼爱的孩子吧。高3那一年，我爸妈闹离婚，他也一样，他爸妈早就离婚了。他妈走得早，他爸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他的身上，经常打他，不给他饭吃。所以我就想啊，我一定要多带他出去吃点好吃的才行。你不是最讨厌别人可怜你吗？怎么？那你还把自己的友情施舍给他？哎，照你这么说，交朋友可就难了。我真心实意对人家好，那架不住别人怎么想啊？按你的这套理论，别说结婚要门当户对了，那交朋友是不是也得门当户对啊？敢问这位先生，你有朋友吗？有啊。是吗？充电和充气的都不算。哎呀，我有一起创业的哥们儿。谁啊 ？Matt、Jesse。那我问你啊 ，Matt 有孩子吗？多大了？还有啊 ，Jesse 家的猫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他的初恋情人跟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跟他老婆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在哪儿结的婚？这些你都知道吗？哎，那这些你都知道啊？我知道啊。连别人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还敢号称是人家的朋友？你仔细想一想，你回国这么久了，你有打过一次电话问候过他们吗？工作电话不算。哪怕是发一封问候的邮件，你有过吗？没有吧？哎呦，我好难过，我都替你的朋友感到难过。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也有今天，终于有被我打败的一天了。哎呀，现在我这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睡啦。晚安。我会不会下的招有点太狠了，打击的太彻底了？放心吧，姑娘。要打击这4年里比这更狠的打击你都能接受，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睡觉。跟着音乐的节奏 ，Tell me， 为爱跳动的心让我跟随着你，一起离开这里，带着你的光芒，我不再怀疑。Let's go， 烦恼抛在了身后。Hi Nero, I've received a strange email this morning from your email account, asking about my current life. It sounds like that you are caring about me, which is unbelievable. Jesse received the same email as well. If that's really you, I think maybe your account has been hacked. Change your password. Bye. 儿子，早上好。早啊，妈。你早上做什么吃的？给我看看。吃的这个。天哪，色香味俱全啊！哎，小哲，你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吃的，你真是胃口大开啊！妈，你这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不会是为了检查我吃什么吧？当然不是，妈妈想你了呀。你看你那么忙，整天不着家，就我想你我都找不着你，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看看你，看看我的孙子啊。妈，什么孙子？什么叫哪来的孙子啊？你那么忙，你一直拖着不结婚，我哪来的孙子啊？妈，你现在这说话可是越来越艺术了啊！儿子，真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有孙子了，哎呦，超级可爱，圆圆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哎，小的时候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妈，只要您高兴啊，这个梦啊，您今天晚上就可以接着做啊。哎，儿子，我怎么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啊？妈，没有，你听错了吧？啊？怎么没有？我听见了，你别挡着镜头，躲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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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哎，小哲，你可千万不能跟原来那个妈，我告诉你吧，是夏冉冉，你看。阿姨好。啊，冉冉早。冉冉，你看小哲做了那么多好吃的，你要多吃一点啊！你千万别拘束啊，跟在自己家里一样。阿姨，我一点都不拘束。行了，别光顾着跟我聊天，赶紧吃吧啊，趁热。哎。亲爱的，吃吧。好吃吗？好吃啊。亲爱的，来，你也吃一口。儿子，我跟你说啊，一旦要是你们两个有了，千万不要回避。行了妈啊，不说了啊，挂了啊，拜拜拜拜拜拜。苏沫姐，您看，咱们现场都好了，要不然咱们现在开始拍吧。苏沫姐，您看咱现在都晚了1个小时了，要不然这个不现在开始的话就拍不完了呀，今天。你们夏副总呢？他什么时候过来呀？那来再说吧。说了。哎，能不能不要老搞这种突然的袭击啊？哎，你这吃个饭都吃得心惊胆跳的。你要是想以后不紧张啊，我倒是有办法呀。什么办法呀？你以后没事呢，就经常来喂我吃饭，这样的话，下次再让我们看到，你就不会紧张了。喂，等我？他等我干什么呀？我又不是摄影师。你让他接电话。他不接，你等着，我一会儿就过去。哎，你告诉苏沫，他这么拖延时间是违约的，你知不知道？好。哎，公司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一趟。你妈的事情啊，我得好好想一想。哎，出什么事了？我们宏远跟新象限设计了一个运动的 APP， 想让苏沫拍一个运动教程，可是他耍大牌，死活不肯拍。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你啊！昨天下午把我拉出去，他在那儿一直等着我回去开会，足足等了3个小时。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人多没有耐心，多不愿意等人。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哎，等等，你昨天那套衣服啊，我早上送出去让人洗了。今天啊，你就穿这个吧。给你10分钟，我在车里等你。谢谢啊。
叔，上班去啊？对啊。够早的嘛。你不是也够早的？我现在多睡1秒钟，我就觉得耽误我早1秒钟成为大师，我能不赶紧的吗？老大，你什么都没有啊！不要瞎想。你怎么？什么都不要问。你们，我的天哪！品味不错嘛。没办法，天生条件好。手里印记，我苦苦寻觅我们的秘密，而斗转星移，而时空交替，爱能创造奇迹。我们不再势均力敌，任凭我是怎样无所畏惧，怎样放手掩秘，我早已中了你木马侵袭，任凭你攻城略地，想反击却早已来不及。这一场爱情的古老战役，就这样轻易被你占据，无法逃离，无法躲避。转心意，而时空交替，爱能创造奇迹。我们不再势均力敌，任凭我是怎样无所畏惧，怎样放手掩秘，我早已中了你木马侵袭，任凭你攻城略地，想反击却早